大家早安！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熟悉的香港机场啦。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拍，就是今年新开的这间的 Bridge 一莲堂，应该说是重开才对，也不是新开。疫情过后关闭的 Bridge 终于要重新开放了，我们来看看吧。那这个的 Bridge 的话，它比较特殊，它的话空间会分成南北两边。对，会分成南跟北边两边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往有 shower room 的这边去看看好了。这一边的话就是有 noodle bar、washroom、shower room 跟这个 The Nook 百味房。我们先看这一区。那这边的话跟国外的贵宾室设计都一样，它都有一个这个蛮舒服的地方，可以看飞机，然后吃东西。对，我们先走到底，把环境先看一圈。南边这一侧的话，走到底就有这个百味房，这是这一次 reopen 的一个算是新的区域。所以我来看看这一区的位置。清晨时刻这边人也是蛮多的。那像这个南边的话，这个百味房有什么？我们来看看喽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传统中的这个港点的推车，这个其实在澳航贵宾室也有啦，只是国泰现在把它搬来一个。不过像早餐时段的话，就还没有出现。那平常的话会出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港点，会放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百味房这边的特殊菜单，它跟乌多巴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百味房的新菜色。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啦，它这有个这个羊肉的这个肉夹馍，对，这是其他贵宾室没有的，算是这次的 Bridge 新开幕之后的新菜。这葱油饼我在其他店好像也没见过，然后再就是这个小黄瓜，还有很常见的烧麦。对，那我就来帮大家试吃这4样。那我们先试试这个肉夹馍吧。这肉夹馍的话，应该就是用手吃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肉夹馍哟，香辣肉夹馍。这蛮好吃哦。这肉夹馍好吃哎，这种烧麦是一定没问题的啦。疫情前的时候没有这一区，就是新开的，所以今天就是帮大家讲就是几个特殊的地方。这个百味坊就是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南边先走到底，羊肉肉夹馍不要错过，这真的好吃。对，就是那蛮道地的，然后香香辣辣，然后饼很香，里面的羊肉也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边点的食物先吃完，再看下一个地方。好了，那我们刚刚吃完羊肉夹馍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浴室。那为什么把浴室列为第2站呢？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。大家如果来这间贵宾室呢，一定要去拿浴室的号码牌。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间浴室哈，以商务贵宾室来说的话，这浴室相当的大。这个的话比其他这些商务贵宾室的浴室都还要大间。然后而且备品的话，全套的bathroom是没有问题。对，它是个比较长形的，所以整体空间是很大的。进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区域，然后马桶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洗手台，对，所以它整体这个空间感来说的话，这个浴室淋浴间其实是有头等的水准，对比另外2间商务贵宾室的洗澡都还要大。不过这边就间数是比较少，这边的话就只有8间淋浴间，所以上次有转机的话，我其实是没有排到这个洗澡空间的。然后而且它这用的这个备品的话也全套的，对，它连这个face cleanser 跟这个 face mist， 我们上次在介绍过的那几个样品，这边都是有的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洗澡是一个亮点，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，要来这边洗一下澡哦。那我们现在再往刚刚前面的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这一区的话，就是大家比较常熟知的国泰的 noodle bar 了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 noodle bar 的样子。餐台上的食物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凉拌杏鲍菇，然后刚刚的青瓜这边也有啦，然后还有一堆水果，然后再来就是这是粥吧？没错，这是香港的粥，蛮香的。然后这边的话有这几样东西，有蒸肠粉、素菜饺、牛肉饺，还有这个刚刚的鸡肉粥。啊，这边是粥的一些调味品。商务贵宾室哦，真的是人好多哦，都要排队，都要等，好不习惯哦，因为都去绿宝贵宾室去习惯了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间重新开的一莲堂啊，它在南边这一侧的食物，除了刚刚讲的百味坊那边的羊肉夹馍是新东西之外，接下来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是 noodle bar 的新东西，也只有这间才有，其他3间贵宾室没有这个，叫油泼的 biang biang 面。那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会心一笑。大家知道在台北也有吗？这在台北也是某一间米其林星星餐厅的招牌菜，他知道哪一间吗？
是台北喜来登的请客楼。喜来登的请客楼的招牌菜也是油泼 biang biang 面，因为当时那个字出来，很多人不会念，我一看说啊，就喜来登啊，就那 biang biang 面啊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它的任务非常艰巨，因为我上次吃的这个 biang biang 面就是在台北喜来登的请客楼。那大家知道请客楼一直都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嘛，这也是2星，现在是1星。但我觉得那个相当不错吃，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它这个，可能要有星级水准，可能不容易哦。好，我们来尝一口吧。闻起来是香味是还行，又有一些肉酱，然后有一些小黄瓜，然后跟一些面。好，当然这不是米其林星级料理的食物，我只能说这就是新鲜啦，就是说贵宾室的一个新的菜色，但是这一道。对，它是蛮有中国特色的，就是这应该是中国大陆的料理啊，油泼 biang biang 面。对，那但是它这个的话，可能我今天这一碗吧，我觉得它面条煮得太烂了，所以说没有那个面的那个嚼劲。不过商务贵宾是蛮常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。对，那至于这个酱呢，我就觉得我再吃一口好了，这个酱的部分，其实酱是不错啦，够香，然后一点点辣，然后有点肉酱，酱料是不错。如果担担面吃腻的话，可以吃这个。不过如果是我下次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吃担担面吧。好，那我们等于按照顺序，刚刚就从最南边的部分开始介绍，从百味坊，然后到淋浴间，然后到这边的这个路多坝。所以我们这样的话，就等于把南边的部分就逛完喽。所以我们现在南边中式料理结束，我们就要往北边去喽。对，这贵宾室的话，就是会一定要经过这个样子一个长廊，它是个南北贯通的长廊。对。好了，那北边就有更有趣的设施喽。我们往北边走，北边部分的话就会分成这些设施，有 food hall 啊，然后这个 relaxation room 跟这个 bar。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些比较舒服的，这一区就比较没有人坐。南边的食物，中式食物还是比较多人喜欢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北边的部分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北边的部分了。北边的部分的话，大家看到门口有个职员看守，嘿，等一下告诉大家是为什么要有个职员看守。那另外一侧的话，我们先去看餐食的部分。那刚才跟大家讲了，这个南边的话是中式料理，这北边的话就是西式料理喽。我们看看有什么西式料理的选择。这边的话就有些非常基本的西式早餐了，有炒蛋，有薯饼，有蘑菇，还有香肠。就是非常基本的早餐4天组，然后再来应该就是面包了吧？对，没错。在这边的话有麦片、荞麦，然后燕麦，然后再来各式面包咯。面包的话，当然种类是蛮多的，可颂啊这种东西都是有的。再来就是国泰一定会有这个咸派，国泰的咸派是蛮不错吃的。今天的咸派是这个哦，它这是 frittata 那个蛋饼，然后三明治。然后这边有些三明治的部分，再来就起司一定少不了了嘛，起司冷肉、沙拉，还有一些优格，然后最后是水果，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就是饮料区的部分。对，那空间的话就会像这样，其实空间还算大啦。然后再往里面还有一区，哇，就是酒吧了，所以它酒吧躲在最里面。就如果你是喝酒的话，就直接走到最里面喽。哦，这边的话还有一些简单的小面包，在这边，在酒吧区，然后还有一些饼干，然后布朗尼。哦，这边这一区的话就是酒吧的地方了。其实整体空间是蛮大的啦。好了，这样子我们就逛到北边的最底了。那这边看出去的话，也是个很好可以看飞机的地方，其实很漂亮。哇，这一面完全没有障碍的窗户，看飞机很美呀。这个看飞机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这外面的哇，除了一只 UA 之外，就是满满的国泰啊。这边的闸口都是国泰比较常用的闸口是没错，然后 UA 用这边也很正常，因为 UA 也准备在香港重启贵宾室了。等 UA 重启之后，不过 UA 我比较难机会去看了，不过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等专区的环境，我们来简单绕一圈。其实空间并不大，就是这些座位而已。那目前这个时段的话，连同我的话，这边 Diamond Member 总共是3位，就像这样。
在这边的话就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区域。他说今天的话是有咖啡师，所以刚才一进来的话就推荐我先点一杯咖啡。那咖啡确实泡得不错。对啊，这一区的话都是没有人的状态。国泰今年的话，在香港贵宾室最大的改变就是它要把 The Wing 做整修。那大家知道，本来的空间的话，就是 The Wing 是跟 The Pier 两间是比较大的。其实香港机场国泰贵宾室在疫情前的话就是4间，Wing 的话头等商务 ，Pier 的话头等商务，然后这间 Bridge 还有 The Deck 本来就是4间贵宾室。那疫情之后的话，其实这间的 Bridge 一直都没有重开。一直都关闭的状态。那随着国泰的客流量慢慢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，逐步的回升，然后的 Wing 现在要整修了，头等已经关掉了，所以呢，就同步了开启了这个的 Bridge 的部分。那这个的 Bridge 的话，在疫情前也是最后一间开的贵宾室，它比较新。那当时的设计的话，就是有一个比较新潮的方式，里面装潢的风格的话，就是新式的装潢风格。那里面的食物的话，种类就是中式跟西式，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刚刚从南边拍到北边，风格就很不一样。南边的话就清一色中式料理，对，那现在重新开了之后，它新增加了几个新的菜色啊，就羊肉的肉夹馍啊，然后 biang 面什么的，对，那。我觉得那个肉夹馍真的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去吃的。我刚刚吃起来，那个时候会让我惊艳到的。biang面就尝个新鲜吧，对，尝个新鲜。商务贵宾室嘛，就真的是人潮是非常多。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多的时间，其实也是尖峰时刻。那北边这一区的话，就全部是西式区域。那它在北边的入口这边，所以刚刚为什么会有职员把守，就是因为这一区的话是保留给 Diamond Member 的。那所以柜台其实我进来2、3次，每一次进到门口的时候，都会提醒说，我们这边是没有头等的贵宾室哦，但只有一区头等的区域留给你们这样子。那我说好，我知道。那我今天是要来拍摄一下，这样他也说很欢迎这样。我的感觉啦，其实一开始在网络上面就是看到大家的评价，就会觉得这一间就是比较极乐，然后也会觉得说干嘛还留一区 Diamond Member 这样子。不过今天我实际上走进来之后，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，因为人潮真的差很多。外面的商务区人真的是非常多，那这一区头等的话，就真的是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区域。那你拿东西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啦，尤其你要拿中式食物的话，其实是蛮远的。但是你拿进来这边吃的话，其实会吃的很舒服、很安静。那北边的菜色的话，就会都是一些西式料理为主。那刚刚看到餐台上面的buffet，其实就是基本上就跟饭店的西式早餐基本款都差不了多少，该有的都有了啦。那我只能说这边的话，对国泰而言，这个区域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暂时啦，真的就是暂时而已。对，我想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 The Wing 头等如果重新开启，然后转换完之后，我觉得这间贵宾室这边会改成一样，让所有人都可以进来。因为这只是一个目前暂时头等区域改装，所以空间不足的一个替代方案。而且它这个区域他也自己知道，就是说其他区域并不大。座位的话，我现在这样放眼望过去，都是沙发的座位，其实应该也是20-30个位置而已，可能没有30个位置哦。所以它因为空间这么小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区域的话就只限自家的 Diamond Member， 外行绿宝石不收。因为如果收绿宝石的话，我想这就爆炸了，对。所以如果绿宝石的话，你现在在香港机场就变成唯一选择，就去 The Pier， 但 The Pier 是最好的选择啦。即便是以前都可以选择的时候，我觉得 The Pier 的头等也是最佳选择，所以现在就直接去 The Pier 吧。但是这间贵宾室有一个优点，它的位置非常的好。就是你坐那个电车，你从数字小的往数字大的地方坐，大家看过上集环宇堂，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数字大这边的电车到之后，电车一上来，这边直接到，不用走，它就在那个 Y 字形。要分出去的 Y 字形，一边60几，一边40几，那个 Y 字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顶点，所以你电车一上来就到，走进去非常近，所以这间是位置非常非常好的贵宾室。所以为什么分南北两侧，就是因为它就在顶点处，所以你入口就在顶点处，那它就分两北两侧，它是一个非常长形的一个，应该是1字形的贵宾室，就是非常长形，非常长，所以它切成左右2个区域，南侧跟北侧。那大家这样子会了解呢，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哦。从最南侧的顶点最南边的话就是百味坊羊肉夹馍，然后淋浴间在肉夹馍的前面，然后再就是 Noodle Bar 有 biang 面的地方，
然后一些中式食物的自助餐都在那个区域，然后休息区域，然后往北边走就会先经过这是 Diamond 专区，然后就西式的餐台区，有各式西式食物。那北边的顶端就是酒吧。大家下次来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哦，就是看你觉得哪个地方你比较有兴趣，你就往哪个地方去。不过呀，今天这样子拍这一集，因为之前都拍头等区比较多嘛，就是真的是我也很紧张，因为人真的蛮多的。还是老话一句啦，如果各位常搭One World的话，还是拿个绿宝石会比较有人权一点，所以冲个绿宝石吧，绿宝石还是舒服很多的。那当然啦，现在国泰有某些政策有没有慢慢倾向，就是有些福利会只留给自家Diamond，像是这个区域。还有现在玉衡堂的头等贵宾室的按摩的服务的话，我们 Diamond Member 我们在 check in 之后，我们可以先预约。那就是因为 Diamond Member 可以预约嘛，所以你现场去要排，就基本上都要排到3-4个小时以后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转机时间就是正常1-2个小时的话，你现在按摩外行绿宝石的话，你应该是按不到。3-4个小时是基本，所以转机时间如果不够长的话，基本上你是排不到。对，但是我们自家Diamond的话，我们可以在 APP 上面，就你check in之后，下面就有一个玉衡堂头等贵宾室预约，那往里面按就可以预约那个按摩的部分了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慢慢有些政策是福利留给自家Diamond，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合理的啦，因为自家会员当然是要特别照顾嘛。这间一莲堂的话，还有一个小特色要跟大家讲，就是目前的话是香港机场国泰贵宾室，就是晚上半夜时段的话，这一间是开到最后的贵宾室。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国泰的话半夜航班很多，飞往欧洲、飞往北美，就可能晚上11点之后有疯狂多班机，然后伦敦可能就2-3班，然后又有什么巴黎、阿姆斯一大堆啦。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就是可能半夜11点、10点过后，大概到1点多是尖峰时刻。那1点多过后，最后剩下的航班就是有一个红眼的大阪、红眼的成田这2班。红眼的首尔还没有恢复，然后接下来只有一班，就是那个很变态的半夜3点多的那个往纽约的班机，只有那一班。所以啊，就是那个1点多那个尖峰时刻结束之后，你就想嘛，那国泰是不是自家只有剩一班那个纽约？那其他航班都是联航了。那所以1点多之后的话，其他贵宾室就是 The Deck， 然后 The Wing 还有 The Pier 都会关掉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是搭半夜那班3点多的纽约的话，你贵宾室最后你还是要换来这一间啦，就是你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因为只有这一间会开到纽约的航班起飞之前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小 tips 跟大家说一下哦。那今天这一期就是国泰的2025年重新开的一间最新的 Bridge 一莲堂，帮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大家下次如果国泰贵宾室，如果你太常来香港转机，国泰贵宾室的食物你都吃腻了，那这边倒是有些新花样了，你可以来这边尝尝鲜。对，空间也还不错哦。要记得去洗澡哦，那个洗澡淋浴的地方非常棒，就是比一般商务贵宾室要大间，不过真的需要等，它只有8间而已，一定要赶快来预约哦，先拿号码牌。好，那我们就还有一个地方要拍，对，那就下一次再帮大家介绍，先卖个关子，等到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聊新贵宾室喽。好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